从网红做到演员哦，可能你看到几位啊，但是网红做到导演就是这位哦，欢迎马一朵。哎 ，hello，马导，你好，你好，终于这个节目叫我了，因为我太小咖，不要讲。屁啦！你是怎么开始接触做导演这个东西的？做导演是一个很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是我们小时候我们看电视机，我们看周星驰的电影，新年呢一定会有的吧，还有梁志强的电影，所以我就在想说，actually 哇，做这样的东西很 interesting， 我想以后长大我可能也要 try。But as 人越大，你会越面对得到现实，因为你会 realize， 哇，做导演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东西，因为他没有 step by step 这样去做。在机缘巧合下，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做 content， 就刚好有跟小胖就是我们的 mutual friend， Yes， 他就问我，其实你做 content 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拍自己的电影啦，只是一个梦想。人家就很认真的看着我 ，OK， 我帮你 arrange 一下，你跟老板喝一杯咖啡。Then after that 2个礼拜后，我就在老板的 office 跟他喝咖啡，他就问我，年轻人你要做电影啊？我就是他讲为什么呢？ Then 我就跟他 explain 啦，Then 因为小时候的梦想 plus 我跟他讲说，很早期梁导梁志强他带着一批人做了很多年的搞笑行动，他们转战大荧幕，成绩不错。So of course 这个 era 我们没有搞笑行动了嘛，那个习惯已经是在手机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做了几年的短视频。我跟他讲说，我想 try 看呐，他就看着我 ，OK 了，我们 try， 马上呀、yeah, 就这样这么爽快。First encounter 他就 OK 呀、After that 是那个辛苦的 portion 因为老板给了那个 green light 了，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做了，因为我们也是没有做过导演，所以你也不懂你的整个 concept 要从哪里开始，你的剧本要讲 start to plan， 几时可以拍，这种东西我们完全不懂。那时候我们筹备读了 around 2年。OK， 聊一下你这个电影来。OK， 我们的电影叫《安迪当网红》，佛陀安迪啦。他讲的故事是一个在巴沙卖烟的一位安迪，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需要变成网红来赢回他的生意，赢回他的招牌，赢回他的尊严。所以为什么这样的题材？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 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网红不限制于美女帅哥，即使你们每天在巴沙遇到最普通的安迪，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网红。要有 X factor 啦，我觉得。我觉得重要的 ，OK， 我们电影发出去的讯息是，只要你肯 try， 什么都有可能。人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最大挑战是什么？是 budget 还是演员，还是因为第一次 try， 所以很多都是一头雾水？最大的挑战是 more of 说服我身边的人给我做我想要做的东西。你看来 support 我的 team 的他们都是有经验的人。在整个我们讲above the line 跟 above the line 就是那些我们的 EP 我们的 senior producers 他们在帮我 prepare 这个 project 的时候 right， 我是那个完全不会的，你懂吗？他们是做过很多部了的，我需要去说服他们为什么要 do things my way。 OK， then of course 早期我们也是有听到很多声音啦，就是讲说你们这个电影拍得成拍不成，老实讲都没有人懂，因为谁会去资助一个菜鸟？你当 and the thing is 很多导演新加坡导演他们都是科班出来的，他们真的是读 film 的， then 他们耕耘了几年过后他们 try， 那我们这种 obviously 就是读 accountancy drop out， then 去做生意啊， then 乱拍 content， then 现在想要做导演，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个路啦，所以人家一定会讲说不懂你们在做什么，你懂吗？为什么老板会 approve 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难的地方是 convince 身边的人跟 convince 大家都去做东西啦。其实这个 movie 已经 happen 了，已经上映了对吗？下了。然后哪里还可以看得到？暂时看不到了 ，but 我们会 go on platform， 所以那个我们还在谈。but 成绩老实讲还不错，新加坡我们做了500千，所以今年我们是第3，第1是梁导啦，真的啦 ，I think 才会赢嘛。第2个是Wonderland 是今年是吗？我忘记是今年了。是今年right？ 那 Wonderland 是今年。马哥那个是吗？马哥那个 ，OK， by 蔡一伟导演，所以我们是 literally right behind them。马来西亚票房我们只上映了2个星期，250千 RM， 哇 ，actually 很好哎。actually 跟新加坡成绩不错跟那个 number 差不多一样，所以以后给我久一点点 might be better 啦。but 因为我们要开路给成龙因为 after 我就是成龙都没有办法，成龙一来我们要回家了so OK， 票房成绩老实讲，他们跟我讲这个 era 可以做这样的票房很不错啦。then 他们也是有在问第2部要做什么，所以我们有在
讨论几个 concept。这部会不会有续集？这部不会有戏剧 at the moment 的。OK， although 我 fully 明白 commercially，如果你第一部那些成绩做得很好，好像我们的 Squid Game 不是我们的啦哈 ，Netflix 的 Squid Game，OK， 他们做得很好，他们一定会推第二、第三，因为 monetization is important 嘛。我觉得安迪当网红的票房 although decent，but 他没有大到讲说你一定要推一个戏剧出来。了解。So 这部片上映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很难忘的？你看到人家的留言了，就是 review， 有没有很难忘的？就是哇，一直到现在有喝到你，还是有让你感动的？没有喝到我觉得很好笑。所以有OK，most of the comments 都是不错的啦。他们会讲我 something fresh，something 不一样，很新鲜、很不同的视角啦。Then 有一位安迪，我讲不明了，他是一个中文补习老师来的。这么你懂他的 identity？ 因为他的 username， 他都有放什么中文补习老师 something 来的。OK， 他看了我的电影 right bro， 他写分场给我嘞，他 analyze 我的心百姓整部电影，他跟我讲你哪里做的不好。我来哇 sorry， 不，你认同他的点嘛？就是你可以 accept 嘛？太长了，我没有读。他写一个很长的 email 进来。email， 因为我在想 review 可以留这样多。没有，他不止这样，一到后面我有点麻木了。OK， 他写很长的 email 不用紧他还 WhatsApp 我嘞，讲说你做的这个作品是垃圾，丢新加坡人的脸来，你去 compare to China 的那个 film， 你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读了，我讲哇，我这个人有这样多 hate for我的戏这样烂咩 ？Then after that 他就 continue posting on 小红书，就继续 continue post to 骂我，Then the best thing 是 right，suddenly 有一天他 WhatsApp 我 to apologize， 就讲说不好意思，我错怪你了，因为我没有想到你的影响力比较大。Then 他写一个 apology 进去。早报是吗？他写 apology 进去，我的那个你懂那个有个东西你可以写进去的，something like 一个专栏这样啦。对，连那个publish连有人 tag 我，然后我想哇，这个你到底是要骂我还是你要讲 sorry 我 lost 我讲 OK 啦 ，meet after that 你 apologize 随便啦。可能他在 PUA 你先让你不爽先，然后再把你抛起来。我觉得他偷偷喜欢我，你懂吗？我觉得是，他要我的，他是 high level 的补习老师 PUA 的。对，他要我的 attention then after that right， 他就 continue 骂回我。after 那个道歉文 ，after 那个道歉文 bro， 他 continue 骂回我，怎么你不理我？没有，他就继续骂我的东西烂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西北好笑。哇，这个，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这个东西这么 interesting 的故事我不懂，maybe 刚好没有人问到something。Then 有没有好的那种最让你开心的 review 留言 ？What I remember very clearly 是首映当天。我们就请了嘉宾圈内的人朋友们都来看嘛。Of course on Gala Day， 每个人都跟你讲，哇 good film good film 哇 congrats 祝你大卖Gala 的话，我们听 normally 是Gala 没人会跟你讲不好什么东西的嘛。所以梁导在我后面，他讲哇功夫不浅我觉得会卖得不错恭喜你。所以我的想法是OK 可能 Gala 讲好听的话 ，but on the same day Gala right， 梁导回家过后我有看到那个文。他在凌晨1点多2点，他发一个很长的文 ，to say it's a job well done。他放了他的 perspective as 一个前辈 ，and 他 wish 我 well。我说那个我有 touch 到，因为他没有必要做这个东西的嘛。And from 他的 page 或他的嘴巴，to 推荐一个新导演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remarkable that 我想跟他讲一声 thank you 啦。And of course 我们的 other 导演来，我们的Boris 我们的 Kelvin Seng 我们的 Boy Kwong 还有他们都有 put in very good words 啦 ，which I'm very thankful for。所以我很记得的是这几个。这个票房有达到你的理想了，还是不要讲票房，你满意你这个作品吗？作品一定是满意的，因为你不满意我们不会放上去票房老实讲 ，before 我们上映的时候，我有跟我的 producer 讲，其实我新加坡的 target 是1 million， 那个是我想 hit 到的 target。我跟他讲 baseline 是500千。OK， 说我有 hit 到我的 baseline 了，嘟嘟后了，嘟嘟后，没有下水了。OK， 哪一位演员对你印象最深？赛，因为第一次跟他合作长片嘛，所以 actually 之前我们都是私底下 interaction 拍2-3分钟的东西。我没有注意到 actually 他的 comedic timing 比我想象中的好，因为剩的演员老实讲 ，I already know what they can do。Like Regina 我已经懂他的 range 在哪里 ，CC 我也懂 ，Charlene 我跟他合作这样多年 ，of course 我懂。And of course， 我觉得Charlene这次有突破自己。赛是那个我没有 expect 到会这样好的。这部片，actually 你的 idol
in director 啦，周星驰，周星驰哦，嗯，我可以斗胆说，你有一个心是致敬三料鱼丸的嘛？有了，of course 有了哈 if 你看那个 Fishball 他们一起转的那个 scene，哦那个哦那个 was exactly shot that way。Actually，我们早期的 script 有 a lot more scenes that 是致敬周星驰的 OK ，but 太多了，太多了它变成来 copy 这样，所以我们有拿掉很多 parts 啦。你还有什么 genre 想出来吗？还是你就是要走高超这条路我觉得 comedy 会是那个 anchor of things 啊。 ？comedy 的 Yeah, so be it any other genre that 我会去 try, right? Comedy 还是会是那个 anchor. So be it thriller, it will be thriller comedy. If it's horror, it's horror comedy. then ongoing 有什么准备要拍摄的电影吗？没有了，我们在筹备 for 的下一个。下一个啦 Yeah 还在写剧本。我们有2个 concept 了 OK 还没有到剧本，因为我觉得要定那个 overall 的 package 先。So actually 这个期间，我们也是有跟比较 regional 的 producer 在聊天。哦，OK，所以很像我下星期要去台湾，嗯我们也走一圈了。说看这一个 concept 比较适合走 regional 还是走回新马的路线？因为你是一个生意人、网红、算演员、导演，你喜欢人家 label 你的什么？我 don't really care， like 我 realize 老一辈很 care 人家叫他什么，来导演你就要叫他马导啊，是 businessman 你叫他马总啊。whatever whoever 啦，你要随便叫我，你要随便骂我，你要 WhatsApp 骂我，email 骂我也可以啦。I don't really care。写专栏啊，道歉啊，写专栏 apologize， 但你再来 WhatsApp 骂我。人格分裂这个有这些你的角色啦，你最喜欢做什么？我觉得我是生意人at heart。我 realize 的时候是因为我在 direct 我的电影的时候 ，right， 我的考量很多时候我会发自于一个生意人的角度。来，我讲我有这个 idea，but 如果这个 idea right cost efficiency 不在我们就不要做。然后我的 producer 要拉我回来的。他讲 OK， 来，你放掉你的 businessman 的身份先，你现在是个导演，你现在跟我讲你要什么，然后我就跟你讲，一定我们的 budget 我们做得到做不到，所以他一直要把我从那个 business side 拉回来，因为我会很 innately 去想那个 economics 的考量。我觉得有吓到，我以为你会选就 content creating。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enjoy doing。老实讲，你的 first taste of fame 是哪一个作品？2019年10月，那时候很流行那个朱一蛋嘛，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没有人做一个新加坡 version？然后我在想，如果做新加坡 version 的话，会是这样的一个 character， 我就拿了一个阿斌的 character 来做。So that was the first video that 它真的 went viral。Like 我记得我 upload 那个 video at 8点半，40分钟后我的电话响，Charlene 打来，你花多少钱 boost 那个 video 啊？很多 views Then 我就起来看一下，跟他讲我没有 boost， 然后我看那个 video 有 like I think 50多千 views， 40分钟。我们没有这样的 numbers 过。So that was the first taste 啦。那时候是已经 under double 了嘛我们是 under double up 先 Okay ，everything 全部 content 都在 double up 先。等你现在因为 let's say 你Charlene也是做了电影的女主角，你又做导演了，然后你们的知名度有在提升，你 under 你们的有时候会有来分析，就是 client 来，我一定要找你，然后下面的可能会比较恶一点 under 你们，你会有一点哇要照顾他们，但是 client 只要用我。我们有聊过这个话题吧，有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 spill over 来的，来 client 来找那些我Charlene。那个时候他的那个 period 的 budget 不够，他讲 OK， within 我的这个 budget 我可以做什么？然后 of course 我可以介绍我们的 talent。有时候他们 engage 完我们的 talent 了 ，then they want to try somebody else， 所以一个互相介绍的东西。我也不觉得我们的公司会西北 gay 搞这个东西。有时候你的 inquiry 来了不适合你就 pass 给别人咯。我们也没有特地去很 particular 啦，希望每个人吃得到饭。你现在也是有做 podcast 吗？是，我们是 Are you OK？Yes， 然后。又拍 content 又做生意，有没有觉得这么多东西啊，你的重心有一点会 distracted？ 没有，我很 clear 的。很 clear 的。那时候2024年的 Jan， 我 step down as interior 的那个 chief executive， 我 hand over to 我的 partner。So now 他 runs 整个 operation。I'm still involved in the meetings and plannings。But 我跟他们讲，那时候我 step down 就是 focus on the media end， 因为我觉得 media end 难得有起色，我要把它经营的好。所以我现在的 focus 是 on media end。Income wise ID 还是 absolute 进口袋的 figure。2024过后是 content， 因为2024之前我还有 take on projects 嘛 ，renovation projects， 对不对 ？But 现在 I step down， 我就 let go of renovation projects， 然后我来做 content。做 content minimally 它的 income 需要 match 到我以前的 interior project income to make sense of things。But of course 现在 interior side 我还是有我的 dividends and shareholder 啦 ，of course 还有我的 monthly 薪水 to be part of the planning， then
campaign 这边钱 wise from content 还是不错的。我相信一路来哦，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的嘛。哎，你的 lowest point so far from 以前到现在，嗯，是哪一年还是什么 incident？ 2016、17年吧，我们去马来西亚开了我们的工厂，所以那时候我在做印刷 ，OK，printing，so printing 我们做的不错。但我在想，如果我去马来西亚开一间工厂，我可以省很多钱，that means 我的 profit 会 increase by 30-40%。Then after that，我们开了那个厂，我们输了200多千。Yeah，那时候我们才25岁啊，25岁，200多千是我整个身家来的。Yeah，so that one was the lowest point 啊。怎么逆转？抽烟咯。没有。我觉得东西是这样的，我觉得男人 especially 啊，我觉得最深处的东西啦，你其实不会跟 friend 聊的，他有时候是一个烟、一个咖啡、一个 shower， 你真的是去搞清楚你的人生。所以那时候where this thing happened， 我们几乎没有牵在身上了。What I did was 我在我的 office 的楼梯口，我在那边抽了1个星期的烟。我 as usual， 我一个单兵到 office， 我就在那边抽烟 ，all the way 在那边抽烟，我就在想东西。Then took me 1 week 啦，to 想一个东西 to restructure 这个公司 ，to try to get out of that hole 咯。抽烟咯，不要抽 K-pop 啦，抽烟。那个不可以。所以HSA 如果你需要 campaign 的话，你可以跟我讲一声来这边，把那个 gas 一定要是我，所以他们就要给我钱。一定要是我们2个啊，一定要是我们。可以耶。然后最骄傲的 moment 呢，就是电影首映礼。OK， 老实讲来，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大的 milestone。It is。你讲最骄傲的 moment， 我真的觉得是 more family wise 的。But 我 just cannot remember one moment。老实讲，你问我如果 recently what is one moment that 我真的很 proud of myself 是 I can afford to bring my family 再叫我妈妈 on a business class trip to somewhere。因为我妈妈是那种她到了50多岁才第一次搭飞机的人。你问我最骄傲的 moment， it has to be family。你讲 career wise key milestones I agree，but it might not be 我最骄傲的 moment。But 你 family all the way 支持你做 content 吗？But OK 因为那是你做 ID 有钱的时候，可能他们还 OK 哦 content 的时候。哎呦，你看啊，后面有一个可以听的，还有多一个，2个在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女人 ，OK， 一个是我妈妈，一个是我老婆。我妈妈跟我讲，你在做下面物件，神经病，拍这种事情给人家讲啊！我去楼下买菜，每个人问我你的儿子在做什么，笑啊！真的吗？真的， Okay. 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做那阿兵 content， 所以我们的 content 很 rubber。我可以了解，因为那个时候新加坡的网红圈 for 这种阿兵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崛起吗？是，所以大家还不可以接受。是，因为 and 很 rubber， 真的很 ratchet， 你懂吗？说我们做的 content 就是人家你通常在social media看不到的东西啦，然后有时候会很粗、很涩、很黄嘛。所以那时候我妈妈走去楼下买东西，她的 friend 会讲她，会问她。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婆会跟我讲，这种不赚钱的东西哦，你可以不要浪费时间去做嘛。那个是2023年，他现在在后面听，呀，说赌他们不明白我在做什么啦，所以现在他们说有眼见，跟他讲，哎呦很好啊，要我妈妈去楼下，马一朵的妈妈，人她姨姑，现在我老婆问我，怎么你没有去拍 video， 说你每天在家啊？你妈妈会看这个 podcast 吗？有 chance， 你给他看一下，有 chance， 我剪成这个 highlight 给他看。没有，因为有时候他们不 understand， 有时候那些有 gap 的东西是你在做人家看不到的。我觉得我可以了解的，因为之前 Tommy 上的时候啊，我也是有讲过。starting 我看到这些阿边的 content 的时候，我就说，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呢。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我比较古板，因为我看actually 真的有娱乐性啊，慢慢搞到我现在都做这种没有营养的东西。所以我是没眼见的人。OK， 我很 believe in 一个东西啊，我觉得人们呢，我们 as 人啊，我们都需要消遣，我们需要 decompress。所以你看啊，你下完班之后你有可能1年当中你会有2天，你觉得哇我的心很烦，我想听一些很 deep 的东西，有可能会看那些很深入的 podcast talk show， 你觉得哇我的整个心灵啊重新被启发，我要追求我的梦想，类似这样的。But剩的364天，你会想被 entertain。So 我们的 job 就是来做 content 来 entertain。then 自然而然你觉得好笑，你就 share 给你的朋友。then after that 你那个传染度就会很大，别人就认识你，然后你就会有自己的 business opportunity。可能因为那个时候
就大家还没有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会对这个有偏见。所以那时候不久前啦，我看你上别的 podcast 啊，有讲到可能演艺圈的人对你有一点点不礼貌啊，是吗？不礼貌啊，那个算是吧，还是有无视你的感觉啊，无视。所以我自己有在那边 try to analyze， 我讲是不是有可能他还没有接受新一代的这个东西。OK， 那一个东西how it came about 哦，是他问我们，你在娱乐圈当中有什么 incident 是你有 leave impression on 你的？所以就我们录完了，然后我 suddenly 想到这个东西，然后我就顺便讲。我说那个是 ending 来的 actually。呀，我们已经录完了 OK， 我们要走了，我们要 run up 了，然后他想到，我有一个 incident， 然后我就跟他们 share 了。But of course， 我们讲出来会比较 dramatize 嘛。OK，but 老实讲，当下的心情 of course 会不好。But 有时候你 just think about it，like 我的钱又不是这个人给的，你懂吗？你开心你不开心，你不爽我你不喜欢我 ，it doesn't affect 我的 income，it doesn't affect 我的 anything 嘛。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 opinion and perspective，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发生了就发生咯。所以你还 angry 吗？我不会 angry 嘞，而且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collab video to show that 我们两个那边很好笑，把这样就讲是谁啊？I think it's quite obvious 。quite obvious 啦 ，it's quite obvious 啦，it's quite obvious 啦，yeah。But after that， 因为他们消音了嘛 ，after 他们消音了 ，then all the press 记者就打来问，then if they already 消音 already，then 我就 let it be 了咯，我就不用特意去。你有没有觉得这辈子没有这么多人关心你过？突然间很多人是谁啊？就会很多人来问你。不会，我进医院的时候我有感受到这一点。不，你觉得演艺圈从你还没有红到现在有尝到比较红的这一块哦，大家有没有好像 do face？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standard across， 一定会的每个人的啦。like the moment 你一有你的热度，你的威你就变成有利用价值嘛。在整个世界上啊，东西都是互利的。OK， 今天你需要他，他需要你。Of course, this will become a working relationship。他可能会走得很远，可能 is a one-off thing。But as 你的传染度越大，你越有可利用的商业价值。That's where 人家会 intentionally 对你好，你懂吗？他会对你讲话有礼貌，什么跟有可能以前你红之前不是讲的。But yes, answer is yes. Yes。那你还有没有想 try 的东西？除了 content creating， 除了导演？唱歌是以前的一个 dream 啦 ，but 那个我真的觉得很难做。It's like 歌，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因为你问我啊，唱歌 versus 电影啊，我可以 quantify 我的电影要怎样去 commercialize。唱歌我可以 quantify，but then 我觉得 I'm not cut out to fight commercially。第一，没有那个样子，没有那个身材，没有那个声音。样子跟身材，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在管了。可能以前90年代偶像的那个包装很重要，现在是真的是实力啦，不然就是卖惨啊，卖惨啊。所以我有在想，如果有一天，如果我真的很认真要走这条路，第一，我老婆在看我了，她在那边牛一眼见，可能2年后没有 standard 啦，有的2年后我看 indoor stadium， 2年后他就做你没有去唱歌啊，都没有唱歌。Yeah， 原来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出来走歌的这条路 ，I might think about business 哦。Hidden side of business people that 你没有看到他的悲伤，他的 whatever， 类似这样的啦，以一个 business 的角度去唱，因为没有人做过这样的 angle。你会为了兴趣再 try 唱歌这一块吗？就发单曲啦。我觉得单曲是 anytime， 如果有一个好的 idea 都可以做。不，你讲说一定要赚钱啊？一定要赚钱啊？没有啦，我觉得音乐这一块你很难讲说一定要赚钱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是一个无底洞啊！你讲说你叫人家不要赌博，我跟你讲，你叫人家不要做音乐，那个是一个无底洞 ，bro， 真的啊！我觉得你要量力而行啊，不然你真的会一直做到你没有钱，因为你不懂，你只是 commercialize 回来的。你 casino 你去玩 baccarat 啊，你买 banker player right， 它有一个49% chance， 啊，你玩音乐 right， 你的 chance 有可能like 5%， 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Yes，and 音乐它不是一个单靠实力就可以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不会这么多人用 TikTok 来做这么多 storyline content 来 push 那个音乐了。所以我觉得音乐这条路的水很深。Yes. OK， 我觉得娱乐圈 generally 水很深啊。It boils down to 你有没有钱，你身边的人有没有钱，你家里有没有钱，你认识谁，你认识的 brand 是谁。Yes，networking is the 是，我觉得娱乐圈的水真的很深。Yes， 呀，不容易做。你有没有一个最想合作的演员还是 KOL？ 周星驰，他不是 KOL， yeah. 周星驰。有生之年，如果有 any
机会的话 ，I think will be really good。因为我有看到其实星爷他在内地，他有跟内地的网红有在合作，so I don't know， 所以有可能有这个机会。如果还在拍戏的人呢？现在沈腾 maybe， 哦、I love him man，沈腾他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喜剧演员。真的，我觉得他的 comedy beats 很 natural。我很喜欢他认真的在搞笑。哦对，yes 对 yes yes，认真的脸在搞笑。真的，我觉得他是这个 era 的那个标响。如果现在没有 budget constraint 哦，嗯，给你拍一部电影啊，你要拍怎样的题材我会想做那种古代的 comedy ？example 唐伯虎这种。啊，哦因为其实这个是我其中一个 concept，对，我有 for 新加坡 OK， ，but then budget wise 不 realistic。应该很难啦，应该很难。Imagine 啊，你们每个人我们的 era 应该有看过南洋，看过出路，一个这样 set 的 era，where 你被日本入侵，每个人没有饭吃，没有粥吃，我们拿那个 era 来做 comedy。The idea is there 呢 idea is there，但我没有钱拍 ，the budget is not there。 ，budget is not there，因为新加坡没有这样的拍摄场地。你要打仗的元素哦，你打仗元素你要做 comedy 哦，你懂吗？呀，说你要很多人，你要很强的 wardrobe team、makeup team，呀，所以你的 budget effectively 有可能要7-8 million for 一个新加坡市场，我觉得很难。那些你要把这个 film 带去 regional，then 你就讲说哦，这个是 China 要 involve 的 project 啊，那 China involve 的 project 又不一样了，你要用他们的一线演员，blah blah blah blah。But idea is there，idea is there 啊。你们 double up 还有在收人吗？ Double Up 有在收人，我们在找专做华语的 content creators。我现在帮你拉人。如果现在年轻人要走 content 嗯 creation 这一块，要 join 你们，具备什么条件？要有什么 mentality？我觉得最重要是你有很认真的在做 content，and it has to be Chinese content。Then 你不要 clash with 我的 current 的 talent 的那个 lineup。Then we will find a commercial angle and revenue for you。因为我觉得这个 era 网红有很多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女生 ，especially 女生很可怜，因为每个人在做一样的东西，在做你的 Get Ready with Me，A Day in My Life， 我的 Fit Check。所以我觉得这个 era 只要你有自己的 USP， 很快我会 message 你的。不要讲 join double up 啦。如果年轻人要做 content creation，starting 就有自己的那一块。赌我 right is always 你有你自己的 USP， 你会红，这个是我觉得很自然而然的。The moment 你一红了 ，whether 你会被 sustain， or whether 你会被在这个行业赚到钱 or not right， 是看你的人品 and 你怎样做工，这个很重要了。你有没有看过人品不好还是做到 CBOC 的？有 ，but 很少。and 会不会久我们不懂，因为现在还在等他跌啊？你不会想等他跌，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东西就好。Yes, yes. Yeah. I believe in just stay in your own lane， 做自己对咯，的东西。做自己的东西就好嘛。Yeah, yeah. Eventually 你赚的钱又不是他给的，就是对啦。你这一路有没有最后悔的事？Ginseng， ginseng 啊 Yeah. 这个 ginseng 最后悔的事情啊，我 always believe 一个东西，就是来，我觉得每一个东西 happen for 一个 reason。你讲说 if there's a lot of if 嘛，所以 if 当年我没有 drop out， 我读完我的大学 ；if 我当年我去另外一个中学；if 当年我读的科系是这个东西；if 当年我没有跟我的这个老婆在一起，我跟我的另外一个其实人生有太多 if 了呀，所以我觉得 for 人生 to come to 这一个 moment， 我觉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有它的原因。那你这辈子有没有最感激跟最亏欠的人？亏欠亏欠，我觉得会亏欠妈妈，她要让她做 business class。OK 没有啦，我觉得小时候的我们有可能不太懂得父母的牺牲，有时候你只会看到父母的 perspective when 你自己成为父母。来，现在我有2个小孩，等你真的可以看到，来爸爸妈妈一个月薪水真的不多，等他花这样多钱向我去补习，等又花这样多时间煮很新鲜的食材给我，很多心思。现在你叫我照顾孩子，我跟他一起吃饼干的，你懂吗？所以我会 realize 哇，其实妈妈很有心。所以你讲亏欠的一定是妈妈。所以现在 within 我们的能力范围的都会尽量给了。最感激的？我觉得要感激太多人了。For us to 走到今天的这一个阶层一个阶段生意可以，比生意还是我们演艺圈也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milestone，是因为很多人给机会了。我如果讲名字的话，就有可能没有意思，因为有时候你不懂是谁在后面帮你加一句好话。其实马一朵这个人可以 try， yes， 你懂吗？其实你可以给勋一个机会，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懂谁在背后帮我们讲好话，but for us to 走到今天这一步，如果你是曾经
有帮过我们的，就是跟你讲一声谢谢。哦，现在掌声响起，这首歌掌送给你。声响。OK， 因为现在很多生意人都是慢慢走进社交媒体嘛。So 你 actually 那时走进社交媒体是因为你有 passion in creative， 还是你有 agenda？Both。我跟小林，我们是小汉的学生，所以我们在学的东西是怎样作词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OK， 我们要 try 一下演艺圈，所以我们就去了一个 DJ selection。所以那时候是 I think 933、958、97他们做一个 join 的，所以我们排队了4个小时，我走上去讲不到30秒，还叫我叮回家。所以小林就讲说，没有人要我们啊，我们自己 try 咯。所以那时候小林就讲说，他有一个想法，他要做 Chinese content， 他就讲，要不要一起 try？First thing I set out with her 是，可以 try。OK， 因为 firstly 我有 interest in creating videos，and 因为我之前已经有 try 过一轮 with other friends 了，所以我跟他讲可以 try，but 我的 only requirement 是这个东西 in the long run， 它要可以赚钱，我才会愿意 try。所以那时候我们找到的 gap， 就是我们讲 within industry 的一个 gap， 就是2019年的时候，整个市场都在做英文的 content， 但没有人在做 Chinese 的 content， 所以我们就去 try。我们算是 the first of our kind， 所以我们早期真的很不赚钱。我们平均一个月 bring home 有可能600-700块、800块 for maybe 3年。然后来时候我老婆会讲我，说 I don't blame my 老婆，因为真的是很多时间吧 for 很少钱。Then after that 是因为我们 realize that 我们 quote 太便宜，我们 adjust 我们的价钱去 market rate 过后，其实那个 income can be very sizable， 所以我们才会 step down try to 做嘛。所以那时候我们 spot 的东西是一个 gap， 然后我们 plan it in a way that I run it like a business。所以我们会接 campaigns， 就是讲说。campaign 下来，我们帮你 structure campaign， 我们帮你请人。为什么我们会签 talents？ 因为我们要做 representation of talent agency。Then of course 我们有我们的抽成。And 我觉得有一个团队，你的力量会比较大。In terms of negotiating power 也好，还是campaign negotiation 也好，你的那个团结的力量会比较大。Then on top of that， 我觉得这个 era 很多人都在 build personal IP。今天我是生松的老板，今天我是虾面的老板，我是肉搓面的老板，你出来 build personal IP。是个很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 age and time， 只要你是一个生意人，你应该有自己的一个 voice，and 你的 voice 就是你在社交媒体的那个传染度或你的那个感染力有多大 ，and 这个我觉得是要 build 的东西。So this age and time， 我觉得你不可以没有 social media。那是你说你 try 2 to 3 years 都在拿很少钱对吗？很少，很少，也没有想过有这个念头说啊，我 just give up 了，我们 try 别的东西，还是 just stop it。 我们有 try 很多 different format。OK， 所以那时候其中一个 format 的我做了，但我真的觉得很难做的是 food。Firstly food 他们的每个月的 budget 不大 ，they cannot afford to pay much。Then 我 realize that along the way， 如果我不 structure 我自己 or clean up 我自己 in a way that bigger brands or bigger budget 可以 accept 我，那我永远就会掉在一个 price range。所以我们从很早期很黄啊、很色啊、很粗的 content。which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OK，then 我们开始 clean up 到现在，我们的东西其实都蛮commercialized 了啦 ，I would say 就是很 clean everything 很 proper，but with 这样的东西 brands 才会觉得他们要 associate with 你 ，and of course 这样我是要养公司，我要养家人，我要养团队的人，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 clean up，but of course 我还是觉得我早期东西很好笑，只是 OK， 如果现在我自己的公司，我也不会请我当初的我啦。因为那个 image 太假了 ，brand 不敢用 ，brand 不敢用。OK， 你最怕人家说你不好笑，还是不赚钱了？我比较怕不赚钱，所以我很实际啊。因为生意人的头脑了哈。Yes，and 我真的觉得钱可以解决的东西很多，尤其是到了养家的年龄。对，养家的年龄风险很大。然后接下来你有什么作品可以让大家期待一下？今年2025年会上映的，应该还有一部戏叫《拱桃》呀，那个是我们新马港泰合作的，所以那个是讲 about 泰国的那个拱桃 itself 咯。是 horror genre 吗 ？horror genre， but 是 more like docu horror 的 ，docu horror or docu thriller 类似这样的啦。所以那个 I think 年底会上。所以我们2026年我们还有一个贺岁档的电影 ，OK， 叫《3个好男人》，Working Title， 3 Good Guys 啦。我还去泰国探班。哎，对，他还特地过来， Yes. 我们一起去吃izakaya 是吧 Yes， ？izakaya， 然后我还忘记我把我的 laptop 放在那边。然后搞笑的是，我们在讲，哎，怎么这边有一个 iPad 还没有可以点？我们要看 menu， 哎，之后有买一朵的 iPad，
在那个 restaurant 呢对，因为我要回去，我要开始做工哎，呀，我找不到我的东西，读做工。你特地找回做工的那个然后我特地 iPad 找回去做工，但我忘记拿我东西回去。对呀，我觉得那部我觉得这两部都可以期待了。其实，我本身会很期待《Three Good Guys》，因为戏份很多。不是戏份多不多的问题。我觉得 is the first time 人家可以看到我们诠释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with 蛮 decent 的感情戏的。所以那一个 character 是一个 first for me，and 我觉得我 Tommy 他们都 pull it off quite well。我觉得那部戏很好笑，它不止好笑，你也会掉眼泪的。有没有什么遇到的困难？跟别的导演合作吗？就是难吗？没有，我觉得反而自己做完导演之后，你去跟别的导演合作容易很多，因为你可以站在两边的 perspective 去做东西。Boy Kwong 导演其实很好，因为 OK， 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演员，我蛮多想法的，and 他很愿意跟我一起沟通，to work out 他 envision 的东西，跟我也是一个演员，我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那个默契 wise 是在的，所以很 look forward to 那个成片，因为 Boy Kwong 的 cinematography 很美我有看到一点点，哦，很美哇，super！真的我看到的是好像在教堂那边的，啊，哦，那个那个你看他的 cinematography just 超美，他 set up 一个 shot right， 有可能 set up 一个 shot 就有可能2个钟 set up 然后我们 rehearsal 整个戏1个钟，说3个小时 for 一个 shot 他是这样的讲究他的整个东西。versus 我的，我们就来 set up cam 来 handheld action 了 ，OK 了。而且那边的 toilet 啊，那边 toilet 也是比较 good 的，哪里的 toilet？那个 mobile toilet 啊，哦呀，泰国拍摄是一个 first 啦 ，and 很不一样，他们的那个food 是现场煮的，我听过，呀，现场煮现场弄，那你要咖啡茶它是现场泡给你的。不可以点 menu 的啦。我不懂了，我真的不懂，我只喝过标果送冰， OK，呀，所以我没有去问别的东西。But 在泰国拍摄很 interesting， 因为他们有 imagine 整个 industrial park 它是 cordon off just for 拍摄的，所以你可以 control 你的路有什么东西，你的 everything， 你的5楼看得到什么东西 ，everything is control environment， 所以很 interesting。I think 这部片的其中一个卖点是很多 cameo 对吧 and 是 international cameo， 新马我们有大营啊，呀，马哥阿马哥 then，Annette 有吗？ Annette 有还有那个 Bobby 对不对？ Bobby Super 呀，还有Little Ray Black。哦，我没有看过他的作品，我大概听过他的名字。很好笑，你懂吗？我们在片场嘛，然后他们讲，看我好像看到那个女的是 Little Ray Black， 哪里可能？我就看到 Instagram， 他刚刚 Insta Story 这个地方，然后跑出去，哇，他有很多这种 international 的KOL cameos， 蛮 interesting 的啦，我觉得这个 project。单这个女生就很 interesting 啊。对 ，People Like You 就去看了。说啊？说好了，谢谢马导今天来到我们这里，谢谢的 Studio Clan Cloud Studio 赞助我们这么棒的地方，谢谢马一多，期待他的新戏上映。撒由那ら。